CP 的第二场比赛与粉丝无关。7年前，还是新人的罗云熙和吴倩在《何以笙箫默》中演绎了主角的大学时光。当剧中的何以琛和赵默生长得像钟汉良和唐嫣时，罗云熙在微博上发文：“我要和大学时代说再见了，请继续关注何以琛和小默，他们一定会7年后更精彩。”罗云熙所说的7年，是何以琛和赵默生的重逢。这部剧7年后，何以琛和赵默生大学时又在另一部剧中重逢。新剧《追光者》正在热播中，罗云熙和吴倩搭档一男一女，锅顿时炸开了。因何为胜小默而喜欢他们的人，还衍生出罗云熙、吴倩在7年后的新剧中互换人物等情节点。能够像罗云熙、吴倩一样继续在一线，是很多剧 CP 粉的终极理想。即使是对情感戏剧角色最强烈的赞美之一，就是给我第二场比赛。王鹤棣与虞书欣凭借《苍兰诀》走红，粉丝呼喊二番战的呼声很高。制片人王奕旭上前暗示了这种可能性：我知道，大家的心愿都得到了。现代剧剧本需要打磨。年初的都市剧《今生有你》是李小冉与钟汉良继12年前的言情剧说我爱你来不及之后的第二战。这对活跃在 B 站各种剪辑的 CP 再次贡献了新的素材。胡一天和张云龙搭档2020年的两男神探剧《民国大侦探》小有人气。侦探题材的《中华民国大侦探中国》今年播出，不过也有2场比赛，从官宣到上线都伴随着血腥风暴。他们认为是双赢，但最终可能是双赢的结果。事实上，无论是已经形成的2次匹配，还是很多人画中的2次匹配，最终实现的从来都不是因为粉丝的呼声高涨，而是各方面利益的最大化。次要无限好，别上瘾。其次，与粉丝无关。这场李小冉和钟汉良时隔12年的第2场比赛，对于喜欢他们的球迷来说，是一场安全而艰难的赛事。12年前的民国施虐天花板和说爱你来不及，两人经历了各种曲折的生死。李香然饰演的女主，直到7年后，甚至还以为男主已经死了，失忆症重逢。最后当然是男主偶然想起了一切，两人再次深情相拥。虽然结局是美满的，但两人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悲痛，粉丝们一直希望两人能够谈一场甜蜜的爱情。这些遗憾在《今生有你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，虽然该剧的前半部分依然是虐。李小冉饰演的女主是一位单身母亲，遇到了钟汉良饰演的医生，并带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。后来男主知道孩子是自己的，最后他们也有一个幸福的婚礼。蔡文静、彭冠英、胡一天和张云龙也属于这个满足粉丝某种心情的2人组。在蔡文静、彭冠英主演的《太阳下》中，男主是少有的反派，被戏称为背负一半刑法的男人。在这部作品中，关于女主是否爱上男主的争论并没有停止，但男主却看到了他对女主的主动。女主配合警方抓捕男主的结局，是 CP 粉不得不面对的遗憾。所以他们2人的不期而至就更加珍贵了，仿佛平行时空的2人又在一起了。胡一天和张云龙在今年的《民国大侦探》中有着相似的背景。2020年，民国神探成为上半年中小成本逆袭的代表。2位男主 CP 小范围走红，但在故事的最后，2人最终分道扬镳。2年后上映的《民国大侦探》虽然与前作没有任何关系，但对于被他们的故事打动的粉丝来说，也是难得的重逢。但球迷的声音是他们第2场比赛的全部原因吗？并不真的。如果说粉丝的声音可以代表一切，那么微博 CP 榜的榜首依然拥有庞大粉丝群的男女 CP， 基本打破了过去10年的2选1之路。不说第2场，同台竞技几乎是一种奢侈。相信看到这里的观众心中都会有一份长长的名单。甚至有些演员1击的时候嗓门就很高，但真正2击的时候就是一场血腥风暴，成为艺人需要危机公关。2019年，宋茜与欧豪合作主演电视剧《山岳不知心》，播出期间收视率始终处于领先地位。节目结束时，豆瓣口碑维持在 6.4， 这也成为宋茜演技获得好评的转折点。但当宋茜在2020年凭借年度热播《下一站》
幸福获得口碑，收视、网播三重认可。在与欧豪搭档《怪奇物语》时，宋茜的粉丝们就有些不满了。她的经纪人李芳曾向粉丝解释说，这是一部3男主的戏，但在官宣后，粉丝却发现3位男主中只有欧豪出名，彻底点燃了粉丝的怒火，让经纪人李芳承担责任与辞职的话题开始了。事态愈演愈烈，宋茜也在微博上发文称，我相信自己一直在努力做好每一份工作，珍惜每一次机会，感谢所有给我机会的人。追星应该很简单吧，开心，希望你开心。但他无法抑制粉丝的愤怒，最终节目无声播出，很难与下一站幸福相提并论。白鹿和罗云熙的漫漫长夜余烬，自官宣以来，双方粉丝争吵不断。在漫漫长夜余烬官宣前夕，有营销号称两人要扎堆，于是双方粉丝纷纷表示非官宣不约。罗云熙粉丝认为这是白鹿的单边主义，一厢情愿，因为此前白鹿曾喊过希望有机会与罗老师再次合作。白鹿粉丝认为罗云熙的粉丝群经常消失黑白鹿粉，再次合作是不明智的决定。作为一个平台 S 级 IP 项目，看似确定的事情很难扭转，但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。长夜余烬确认入队后，白鹿粉丝应援会突然宣布改组，反黑站全体成员下班，宣传中心、网络宣传组、资料组均宣布解散。其反黑站表示，粉丝不是跪着追星，也不愿意忍受一群从不与粉丝交流的艺人。即使遇到这种程度的麻烦，长夜余烬项目仍在进行中，白鹿粉丝后援会已经顺利重组。但无论是宋茜粉丝、罗云熙粉丝，还是白鹿粉丝，他们反对两期的逻辑似乎不是基于作品的逻辑，而是粉丝的逻辑，认为这样的项目和对手演员配不上他们的偶像。但是这个测量还是有一种别扭的感觉。一方面，明星团队与粉丝交流和倾听粉丝意见之间的界限难以平衡，思考甚至怀疑将他支持的演员物化。第二，谁来决定？那么谁有权利决定一个演员能不能配呢？我们先来看看那些在粉丝心声中成功合作过的 CP。 去年凭借《民国大侦探》的胡一天和张云龙，今年再次联手出演了《民国大侦探》系列的双男主。男主要搭讪也不是那么容易，爆炸后他迅速进入了王不见王的模式，连出现在同一个聚会上都很难，更别说在同一部剧中再次见面了。答案即将揭晓，几乎每一对最终开火的 CP 都任重而道远。很多人认为，无论是30而已中的杨珏和毛晓彤，还是太阳底下中的蔡文静和彭冠英，他们以后之所以能再次对决，都是因为不够红，有类似的基本粉丝群还没有那么火爆到被撕到黑暗的地步，所以1+1的效果自然大于2。这也涉及到决定第2场比赛的另一个重要问题，薪酬的合理分配。今年演员聘用合同示范文本试行发布后，对演员的片酬有了更详细的规定。除了所有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总制作成本的40%外，主要演员的片酬也受到限制。演员片酬进一步压缩后，能买得起2位顶级演员的剧组越来越少。有的 CP 虽然合体后拥趸，但依然无法填补薪水的空白。一正一逆算，还是最划算的错位2配，也就是传说中的排列组合，既能保住前作带来的基础粉丝群，又能降低一些成本。今年由星辰大海呈现的无路客大逃亡 CP 是长歌行中的男1号和女2号。残酷的是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产业链下游的粉丝可以决定是否进行第2场比赛，这有点一厢情愿。一部影视作品的配置更多的是由上游制作人的意愿决定的，而决策过程包括投资、剧本、选角等方面。比如演员的单位经纪公司拥有最明显的话语权。唐人曾经是最喜欢玩2次元的公司，在古剑奇弹出来的 CP 中，杨幂和霍建华2期，刘诗诗唐嫣也和霍建华2期。成业公司、落叶公司、韩东君、陈耀能相继联手3名无心法师，而离开唐人的金晨则没有出现在后2人中。吴几年和徐凯在上市中的第2场比赛，也是环宇的一个小算盘。延禧攻略的4位主角近几年一直在编排组合马不停蹄。传家宝集结了聂远、秦岚、吴几年和聂远也出演了浩蓝传奇。那些用戏剧把人带出来的公司最容易被人猜到，
一方面，在自制剧中重复使用自家艺人，可以有效降低片酬，压缩制作成本；另一方面，新老模式可以帮助公司不断推广新人，比如迪丽热巴和高伟光的2个 take， 很多人判断是嘉兴继续做宝贝新人。今年《何以笙箫默》中的小何以琛和小赵陌生搭档出演了《追光者》，这似乎是粉丝们的梦想，但其实是因为吴倩和罗云熙都是华策旗下的艺人，罗云熙的经纪公司是华策旗下的，出演自己公司出品的剧是合情合理的。除了公司，明星本人和团队的想法也不容忽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被很多人称为的2场比赛都是基于一对非常受欢迎的 CP， 但 CP 是一个复杂的主题。对于需要时刻保持新鲜感的演员来说，太合身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。更何况，即便是因为在一部剧中双双走红的演员，在后续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。有人想闯入电影圈，有人想成为交通咖啡馆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为什么要把他们绑在一起？当然，也有积极寻求第2场比赛的人。许多真夫妻都完成了荧幕上的第2场比赛，比如先后出演了金星和金兵的刘诗诗和吴奇隆，在剧中合作过4次。唐嫣和罗晋，娱乐圈的夫妻难免会有一些利益绑定关系，不存在舆论风险，自然合作越多越好。钟汉良和李小冉年初合作出演的《今生有你》，让很多喜欢说我爱你来不及的观众在10年前顺利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该剧的总制片人邓琪在接受采访时提到，第2场比赛的接盘人是李小冉的丈夫许佳宁。李小冉还提到，正是因为钟汉良，他才决定出演节目。总而言之，娱乐圈没有永恒的伙伴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只要利大于弊，3、4、5都没有问题。否则，一旦发生冲突，2人不成为敌人，就已经是一笔划算的交易了。高估粉丝的声音。在看似热闹的内部娱乐中，粉丝们似乎无法决定什么，这是一个有些残酷的事实，但并不影响粉丝们团结起来，为自己的偶像发声。甚至有时，他们也不知道偶像的真实想法。85朵最近也纷纷陷入粉丝舆论危机。在唐嫣月初公布的本月日程中，只有杂志拍摄和品牌直播2个工作。于是，不少粉丝催团宣传，还有人直接开启调侃模式，准备退团大会。每年都有花儿的消息，档期也不固定。胡歌的粉丝不着急，唐嫣的粉丝却着急，这不难理解，毕竟华粉向来是比较进取的。9月，刘诗诗的微博和数据站也相继宣布停业，针对的是一念关山剧组。刘诗诗的粉丝对这部剧的吐槽已经很久了。从题材上看，依旧是老木偶剧，搭档是不在男演员梯队顶端的刘宇宁。会惹麻烦的。关闭支援站表面上是放弃支援，但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威胁。和这次刘诗诗一样，就算粉丝赌赢了，工作室小板报西施也回应了粉丝的诉求，称会坚决维护刘诗诗自身的权益，而且只暂时平息了舆论动荡。不过，这几年粉丝与粉丝分手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关晓彤的粉丝在工作室微博下直接抨击关晓彤，敦促正式发布行程。有规定一定要发布行程吗？我不想被人知道我每天都在做什么。杨洋的化妆师被粉丝围攻，也是他赛后直接亲自匹配了粉丝，你怎么不来给我画？粉丝与主角的关系，无论包装的多么甜美，都改变不了本质上是有墙的事实。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杨幂的粉丝和嘉兴这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矛盾。嘉兴自制剧《愿你温暖的早晨》被曝出主演杨幂后，杨幂的粉丝在公开活动中高举大字报，上面写着拒绝嘉兴自制剧，愿小米好，另一愿嘉兴沦陷的口号。独眼曾在杨幂粉丝撕嘉兴，谁更无辜？一文中提到，粉丝的想法总是很幼稚，有网友的评价竟然直指真相。如果杨幂有话语权在嘉兴，当年的粉丝居然误会了她的意愿。如果杨幂真的把嘉兴放在了京城之上，他们举牌抗议只会让杨幂在公司更难。如前所述，选角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逻辑，并不取决于粉丝的意见。在娱乐圈，还有很多更复杂的逻辑，这些都是粉丝的黑匣子。比如粉丝帮偶像撕蛋糕的成功率似乎几乎为0。此前，杨超越在直播中开玩笑，暗示粉丝帮他获取资源，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争议，我有很多资料，
不用投简历，你是怎么拍这部电影的？它会在业界传播开来。今天最难的是这几年火了起来的事业粉，似乎他们已经做了一切，但似乎一切都是徒劳的。鼓励娜扎的粉丝在微博上真诚祈祷，并许愿1周不喝奶茶，以换取娜扎入团。时代变了，一方面，复杂的社交网络在表面上拉开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距离，同时也让很多粉丝产生了额外的幻想，给众多偶像带来了额外的压力。但另一方面，时代可能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改变。大规模房屋倒塌事件接连出现后，明星在舆论中的地位早已下滑，如今舆论场都在呼吁粉丝站起来追星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佛教的制度并没有错，毕竟明星们发展的再好，钱也会落入他们的腰包，即便是粉丝在网上花的流量钱，也不会由任何人支付。至于绝配，顺其自然就好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喝过的 CP 会成真。